战火烧进俄罗斯，一夜炸毁俄4条能源命脉，无导弹连爆俄3大指挥部，高级将领恐被一锅端。俄军机械化进攻停止，被迫夺地下室集结。审问实录曝光，俄士兵亲口承认只为前2战。以军突袭卡塔尔，15架战机摧毁哈马斯指挥层，美国早已知情。美国退出反俄信息战，同时放缓对乌克兰武器供应。匈牙利签署10年天然气协议，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在俄军打破默契，大规模空袭基辅后，乌克兰的反击就在不断升级。据诺尔报告报道，在对俄本土的打击中，乌军第42旅向别尔格罗德持续发起猛攻，不仅击毁了俄军一门152毫米 2S19 穆斯塔 S 自行火炮系统，还点燃了俄军一座野战弹药库。现场画面显示，俄军的弹药库和火炮接连被引爆，在战场喷发出巨大的火球。到了夜间，乌军还出动无人机袭击了别尔格罗德州普罗霍罗夫卡的一座油库。爱发 IMS 的火灾地图清晰记录了该处夜间出现的2个起火点，当地居民也表示听到了多起爆炸声。值得注意的是，稍早之后，乌克兰特种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攻入了别尔格罗德的科洛提洛夫卡。如今看来，乌军随后的行动是在策应地面进攻，这一切都表明乌军对俄境内的打击正在升级，甚至乌军可能会对库尔斯克发起攻势。与此同时，乌军近3天还连续炸毁了俄罗斯多条天然气管道和输油管道，已严重影响了俄能源供应。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第14团空袭了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沃托罗沃石油泵站。9月9日收集的卫星图像显示，该泵站至少有2个主管受损。乌军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波罗夫迪少校报告说，乌军对该泵站的袭击已对俄军的燃料物流系统造成重大打击。要知道，该泵站是在向莫斯科环石油产品管道输送柴油。紧接着9月8日至9日夜间，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报告说，乌军再度炸毁了俄罗斯奔萨市的多条天然气管道，导致当地主要管道系统停止运行。消息人士指出，凌晨4点左右，奔萨州热列茨诺多罗日内区发生至少4起爆炸，导致2条日输送能力为200万桶的天然气主干管道停止运行。此外，消息人士还称，同一地点还有另外2条区域天然气管道也遭到了破坏，这些管道都是在为前线俄军提供所需能源。有趣的是，在爆炸发生数小时后，俄当地媒体试图掩盖爆炸事件，对外宣称相关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进行了有计划的演习，并敦促当地居民不要对当地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爆炸信息做出回应。与此同时，乌克兰广播公司报道称，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另一条主要输油管道古比雪夫利西昌斯克主输油管道也被炸毁。该管道为俄军提供石油产品，年输送能力为8200万吨。实际上，最近俄罗斯几个大型的油厂都暂停了生产或降低了产能，即便俄罗斯正积极修复受损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但乌军能源打击的效果正在显现，俄军损失持续增加。在前线战场，乌军对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市及其附近的3个俄军指挥所进行了联合打击。综合奥斯特战争研究所以及开源情报的消息，乌军发射数量不详的导弹和无人机，连续打击了俄军第41联合兵种集团军、第20摩托化步枪师以及托帕茨工厂和其内的俄军指挥所。报道称，乌军3处袭击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先用无人机吸引防空火力，紧接着发射远程导弹进行针对打击。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清晰记录下了至少6枚导弹划破顿涅茨克上空，径直砸向俄军指挥所的瞬间。以正常逻辑推断，此次打击肯定会有将军级的大鱼被清除，而乌军使用的武器，从遇袭现场流出的残骸看，应该就是英国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此前它还频繁用于打击俄军的指挥部，以及之前提到的佩克洛或帕利亚尼察导弹无人机。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对这3处指挥所的打击也将极大改变红军村的战局。如被打击的第20摩托化步枪师指挥部，其部队目前主要在科斯季扬、季尼夫卡、德鲁日科夫卡和多布罗皮迪亚战术区活动。第41联合兵种集团军的部队则主要在红军村和新帕夫利夫卡方向。目前在科斯季扬季尼夫卡、德鲁日基夫卡战术区，乌军正在杰里尼夫卡内猛攻俄第68坦克团的阵地。俄军的猛攻，据作战的乌军无人系统营指挥官报告说，其仍以小股渗透战术为主，最多以6人火力小组在丛林间前进，企图扰乱乌军后勤，同时辅以大范围的沙赫德无人机进行纵深打击。打击对象则是德鲁日克夫卡、克拉马托尔斯克以及斯洛维扬斯克等乌克兰的堡垒带据点。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战争研究所报道称，
乌军已完全收复了红军村东北方向的多布罗皮利亚村。9月9日，俄军虽然发起了进攻行动，试图挽回颓势，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确认的进展。红军村方向，乌方消息称，俄方已停止了在该方向的机械化进攻，目前正继续积累士兵，试图发起步兵攻势。至于俄军的集结地点，据悉被安排到了地下室，以躲避乌军无人机打击，也能等待补给。此外，弗拉基米里夫卡村其内俄军已被清除。与此同时，乌军重新向定居点东南部的灰色区域部署了步兵，构建起了沿着水库和其南部的阵地的新防线。在此期间，俄军虽尝试反击，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取得成功。如在弗拉基米里夫卡西南部，俄军步兵试图穿越梅亚克，并尝试抵达潘基夫卡，但被乌军无人机挫败。目前正驻扎在梅亚克南部区域，并尝试从左翼威胁弗拉基米里夫卡。其他战线没有太大的行动。苏梅的前线阵地，乌军第8特战团成功清理了俄军掩体。目前俄方已将苏梅的2个旅部署到了红军村方向，他们在此地的防务有所空虚。接下来，乌克兰可能会对苏梅方向展开更大范围的行动，并和其他战线结合起来。此外，乌军第58旅还在前线击毁了俄军2座桥梁，进一步阻止了俄军的物资运输。莱曼方向，俄军袭击了其西北部的德里洛夫、上德里霍洛夫和塞雷德尼地区，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而此前解放的扎里赫内，乌军在这里抓捕了大量俄军战俘，后经审问，其中大多数人在部署前只接受了3天到2周的训练，许多人承认他们主要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战。基维尔斯克方向，俄军对距离前线约40至50公里的 T2122-19姆巴尔文科夫高速公路进行了无人机封锁，使乌军在斯洛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地面通信线变得非常复杂。南部战场，双方主要以无人机对抗为主。俄军第291摩托化步枪团在扎波罗热西部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一辆乌军装甲车，乌军则用同样的方法摧毁了克里米亚俄军的一个 Podleo 雷达站和一个 Nebo-M 雷达站。世界另一大战场中东方向，以色列国防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9日发布声明确认，当天对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高层领导人进行了精准打击。无端卷入战火的卡塔尔，其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强烈谴责了以色列行为。美国在第一时间试图撇清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袭击不是我做的决定。白宫也称空袭地点令特朗普感觉很糟糕。此次袭击为何发生？特朗普真的不知情吗？当地时间9日下午3时左右，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遭到空袭。前线流出的视频显示，现场多次传出巨大爆炸声，升起滚滚浓烟。相关照片显示，一栋大约3层高的红色联排别墅建筑被炸，部分被损毁。袭击发生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站出来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称这次空袭由以色列独立发起并实施，以方承担全部责任。综合一名匿名以方官员和以色列陆军电台的消息，此次空袭行动以军筹划了数个月，打击一开始就出动了约15架战机展开联合行动，最终在数秒内发射约10枚导弹，打向了哈马斯领导人身处的建筑。至于打击原因，以方发表声明说，首先遭打击的哈马斯领导层成员对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袭击负有直接责任，并一直在策划和指挥针对以色列的作战。其次，以色列认定哈马斯在近期谈判中态度强硬，决定加快战斗部署。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此前一天发生的耶路撒袭击事件，和4名以军士兵在加沙地带遇袭死亡，这才导致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面对以军突然的袭击，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清除哈马斯高层的图谋未能得逞。不过空袭造成6人死亡。据半岛电视台披露，这6人包括5名哈马斯成员和1名卡塔尔安全部门人员，其中5名哈马斯成员身份分别是哈亚办公室主任吉哈德·拉巴德、哈亚之子胡马姆·哈亚以及3名随身保镖。哈亚是谁？为什么会成为以军清除的首要目标？据悉，哈亚全名哈利勒·哈亚，其重要性自哈马斯高层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叶海亚·辛瓦尔在加沙，以及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戴伊夫被清除后直线上升，已成为哈马斯领导委员会的5名领导人之一，更是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哈马斯声明表示，袭击发生时，哈马斯谈判代表团正在讨论一份由美国提出的最新加沙停火方案，因此哈马斯控诉以色列根本无意达成任何协议，同时控诉美国因其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负有共同责任。当然，以色列是另一种说法。在以军发动空袭后，内塔尼亚胡9日在美国驻以大使馆一场活动上称，以色列针对哈马斯领导层实施的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可以为立即结束加沙战争铺平道路。
他同时强调，以方接受特朗普就停火提出的建议，但哈马斯必须先立即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以色列时报也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国防官员的话表示，以色列此轮空袭可能会结束加沙地带的战争，并将这次袭击称为战胜哈马斯的重要一步，称这次袭击增强了以色列的威慑力，或将带来方向上的转变，从而在以色列设定的条件下结束加沙战争。但遇袭的卡塔尔是什么态度？美国事先知情吗？首先，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9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说内塔尼亚胡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为了个人利益破坏了促成和平的努力。同时他表示，卡塔尔正在动用各种手段回应这场袭击，包括但不限于组建一支法律团队对以方追责。此外，他还呼吁地区国家一致应对以方行为，即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整个地区都必须对这种行为做出回应。至于美国是否知情，在空袭发生后，一名以方高级官员放出风声说，特朗普批准了这次袭击，这可把特朗普吓得不轻，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撇清关系。其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空袭决定是内塔尼亚胡做的，不是我做的决定。而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军方在发现以军战机向东飞行时，就要求以方做出解释。以色列继而告知美方，准备在卡塔尔对哈马斯领导层发动袭击，并将这一消息上报给了特朗普。而特朗普表示，他收到消息后立即指示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通知卡塔尔袭击即将发生。然而不幸的是，已经太晚了，无法阻止此次袭击。也就是说，按美方说法，特朗普知道的太晚，没来得及阻止。只是这样的说法并未得到卡塔尔方面的认同。卡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9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关于卡塔尔提前被告知此次袭击的说法完全不实，声称卡方是在袭击发生时才接到的一名美国官员的电话。面对卡塔尔的怨气，白宫方面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安抚。其新闻秘书莱维特9日在记者会上说，特朗普将卡塔尔视为美国的强力盟友和朋友，对这次袭击的地点感觉很糟糕。他声称单方面在卡塔尔境内发动空袭无助于推进以色列和美国的目标，但他也表示消灭哈马斯领导层是一个值得的目标。此外，莱维特还透露称，袭击发生后，特朗普同以色列和卡塔尔方面分别通电话。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特朗普称这一事件可能会成为和平的机会；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话时，特朗普则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在卡塔尔境内再次发生。大家觉得哈马斯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后续情况，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退出打击俄罗斯虚假信息的联合行动，同时放缓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9月8日，欧洲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通知，将终止2024年拜登政府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退出对俄罗斯虚假信息的打击。特朗普政府在近8个月内已经退出多项与欧洲联合的行动，这些行动被视为美国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与此同时，有媒体证实，美国放缓了对乌克兰的防空物资供应，乌克兰正面临严重的防空压力。乌克兰官员表示，自夏季以来，乌军在保护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俄军袭击期间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且消耗速度要比美国补给抵达快得多。报道称，美国援助放缓始于6月份，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签署的审查库存命令，导致很多援助被放缓或者取消，甚至拜登政府时期承诺援助的也被拦截或取消。尽管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实施几笔军售，但交付时间都过于漫长。从当前形势看，乌克兰想指望美国用行动逼俄罗斯上谈判桌，难度有点大。没办法，乌军只能另找出路。据华盛顿邮报透露，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最新的无人机，虽然目前还没达成交易，但意向十分明确。其实，以如今乌军无人机的打击成果和宝贵的实战经验，各国的军工企业都愿意在基辅落户，以求得到乌克兰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实操经验。就火力军而言，这本质上也是双赢的过程。基辅可以用技术和经验换取更多的援助。截至目前，德国莱茵公司已率先行动，其负责人阿明·帕佩格在接受采访时就宣布，本周他们将与乌克兰签署一份价值数千万的军事合同，将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天行者防空系统。该系统可保护面积达16平方公里的区域，有效摧毁来袭无人机。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经济援助，加上在基辅开工厂，可以说是欧洲最坚定的乌克兰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据战争研究所的一项报告显示，在2025年的前4个月内，欧洲就有超过12.3万架次的航班遭遇 GPS 故障，涉及365家航空公司。欧洲指责是俄方使用电子设备进行了干扰。尽管莫斯科方面予以否认，但欧洲航空局已发布警告，并敦促各公司加强安全措施。可见俄罗斯和欧洲的对立正在向全方位发展。
除了经贸和能源外，现在交通领域的隔阂也日渐加深。鉴于这种情况，芬兰决定投资 1.58 亿欧元打造自己的轨道卫星，以便有效地收集情报，同时也将共享给乌克兰使用。拉姆施泰因小组会议则将在伦敦召开，预计乌克兰将获得更多支持。此外，德国总理梅尔茨提出了欧洲新战略，呼吁欧洲盟友积极在世界各地寻求新的伙伴关系。他补充说，尽管美国仍然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由于华盛顿将其关系与某些利益的话题挂钩，这种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梅尔茨强调，欧洲的新战略就是支持乌克兰胜利，而不是向俄罗斯妥协。即使美国不支持，欧洲也有自己的目标，并为此加速前进。拥有 4.5 亿人的欧洲，经济军事实力并不差，加上乌克兰人的韧性和坚不可摧的精神，俄罗斯的未来并不美好。乌克兰加油！失去430亿欧元资助基金，失去投票权，让欧尔班破防了，开始口不择言地对欧盟表达不满，甚至公开抨击欧盟正在解体。如9月7日，欧尔班在演讲中表示，欧盟正在崩塌，只有彻底重组才能阻止那些正在撕裂欧盟的力量。如果不采取行动，下一份预算将是欧盟的最后一个7年预算。又或是欧尔班还表示，欧美已经失去价值观，真正的欧美文明现在留在中欧，你干脆直接说在匈牙利好了，提什么中欧啊？此外，欧尔班还称北约的安全保障毫无意义，乌克兰的分裂将不可避免。他表示，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被划分为3个部分，即俄罗斯区、非军事区和西部区。对于欧尔班的发言，火力军只能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幻想大师。当然，欧尔班虽然嘴上说着不服气，但行动上还是放缓了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9月9日，匈牙利外长希亚尔多接受采访时表示，匈牙利与壳牌公司签署了一项2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合同，即从2026年开始10年内向该国输送天然气。希亚尔多介绍，这些天然气将通过捷克和德国的管道输送到匈牙利。虽然希亚尔多强调，路线越多，我们能购买的天然气越多，匈牙利就越安全，没有标明立刻放弃俄罗斯天然气，但其供应的多元化说明，匈牙利将逐步放弃俄罗斯天然气。随着2027年底的临近，倔强的匈牙利终于开始行动了。俄罗斯失去欧洲市场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消息，美国海军陆战队去年在日本冲绳加手纳基地临时布置的6架 MQ-9死神无人机已经决定改为无期限部署，也就是说，这6台无人机将彻底在日本这个空军基地安家落户。有趣的是，美国方面还没告知原因，日本防务省与外务省倒是先出来做出了解释，称之所以改为无期限，是为了增加美军执行 ISR 任务的时间，同时加强美海军陆战队警戒监视能力。另外，日本还着重强调，变化的只是部署期限，人员和无人机数量都保持不变，生怕误会些什么。据悉 ，MQ-9 无人机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由美国研制的中高空大型超大一体无人机，主要执行攻击、监视与侦察等任务。其身上搭载7个外挂弹药挂架，可满足不同的作战需求。弹药也分为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使用 GBU-12激光制导炸弹以及 AGM-114 地狱火空地导弹，第二种模式则是227公斤 GDAM 联合制导攻击弹药和113.5公斤 STB 小直径炸弹，无不依据最大有效载荷来搭配。根据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的通报，美国海军陆战队早在去年8月便开始于加手纳基地进行 MQ-9 死神无人机部署，为期时间是1年。想不到1年之后又1年，一眨眼就变成了无期限部署。但对日本防卫省而言，也应该见怪不怪了。此前的美国海军也早在日本进行过 MQ-4 海神无人机的部署工作，地点同样是加手纳空军基地。原本的部署时间是2023年4月到10月，属于短期部署。然而到了今年4月，便改为了无期限。美军为什么要将 MQ-9 无人机的部署时间反复延长，乃至长久地驻扎在日本基地呢？从日本基地政策科的消息看，或许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海军陆战队在9月举行的坚翼之龙大规模实战训练有关。该行动以九州冲绳为中心实施，共计约 1.9 万人参加。据共同社消息，训练目的以提升岛屿防卫能力为主，该目的几乎与日本防卫省与外务省对美军部署 MQ-9 死神期限延长的解释对应，既方便美军执行任务，又能提升岛屿防卫能力。但到底要防卫什么？防谁，以及美军是否还会继续无期限部署其他武器，都还有待时间来回答。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乌和中东局势的发展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